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0月4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特斯拉本周是遭遇抛售，惨因下跌，是否代表波段高点出现？蛇口如期启动，短线狂拉近 18%， 4天前的买点买在了低点，上涨是否才刚刚开始？美股创新高后突然上涨遇阻，10月市场难道要转向下跌了吗？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那么今天呢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36期的视频，阿哲一定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美股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会讲到有关于指数的方向上，我们会发现当指数走为上行的趋势，那么市场当中以做多为主，我们会比较轻松，会很容易操作许多，所以我们最近讲到很多个股机会都是以看涨为主，所以我们每一期视频都一定要先对市场的环境有一定的认识，当市场真正方向发生改变的时候，哪怕只是短线的调整，它也会让我们在操作上有所改变。对于指数环境有所认识之后呢，我们再讲到个股的解析，根据指数方向来去操作后续的个股方向。阿哲就会讲到特斯拉、HMS、阿斯麦、英伟达、博通、AMD、Circle、PLTR、Coin、TR、Huawei、甲骨文、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本期视频依旧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阿哲需要进行一个温馨提醒，就是阿哲的视频当中会有比较多的一个标的所分析所涉及，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如果您不太习惯观看长视频或时间比较有限，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打开视频底下这一个播放按钮旁边的三角，那么阿哲呢是把视频当中每一部分都分了段落和时间轴，您点击对应时间轴就可以观看您所最想要优先看到的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烦恼。当然这里阿哲要强调，就是第一部分的指数分析环境的解析是千万不能跳过的，因为它是阿哲视频当中最关键的一个部分。我们先看到今天的第一部分叫做复阴线，所谓的复阴线是在最近所产生的一种相对看低的 K 线组合，而这个组合如果您是老同学可能有所认识，而对于这一个知识点，如果您已经学习过并且是多次的复习已经掌握的同学可以跳过，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千万要认真的观看了。这个方案您现在学习到就可以立马的用上，它是目前很多个股以及指数都出现的一种 K 线现象。很多时候哪怕你只是简单看懂一根 K 线，你都可以把握到不少的一个利润。像我们之前讲过这根长长的下影线，那么这一根下影线后续被回踩时，阿哲也提醒过一些买进的机会，最近产生了再一次的新高行情。我们曾经有多次以前面这根下影线来类比过，这一个下影线产生的时候，如果是机构或者说聪明钱所买进所导致的长下影线，我们说过，当再次出现回补影线区间时，它会产生再次的一个上涨买入机会，而本次呢又出现了同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历史行情再度的重演。那么对于 K 线，我们现在进一步去了解最近所产生的这两根 K 线。那什么叫做复阴线？复阴线呢是阿哲的9阴真经当中的第一种阴线，而这种阴线组合在传统的理论当中是被称其为乌云盖顶 K 线，它的特征在于有一根阳线和有一根阴线两天构成，而阴线它把阳线整根都给吃掉了，或者说吃掉一半以上，都可以算是呢乌云盖顶。我们现在看到右侧的具体条件和一些注意事项，第一就是它必须是两根 K 线构成，有一根阳和有一根阴。当然相对宽松一点的话，如果阳线是一根上涨的阴线，也就是说是假阴线的话，也勉强可以，甚至有时候是下跌的阳线也未尝不可。但大家要注意了，关键在于这一根阴线的状态，这根阴线它必须得要有一个冲高回落的动作，它的阴线的最高价比昨天的最高价是高的，而后阴线的收盘价比阳线的最低价是低的。相对宽松的条件就是阴线收盘实体盖过阳线实体一半也行就是覆盖的程度不一样，覆盖整根那么相对效果会比较好。那覆盖一半呢，也可以作为风险信号，但是它的危机感就会差一点点，所以这也是复阴线的一个由来。那么市场的含义，它要么是一个出货行为，要么是一个砸盘现象，我们常用于上升趋势当中突然性的这种短线的下跌。而操盘的攻略
有3个。第一就是如果您已经短线获利，上涨当中有利润的累积，那么遇到它是要去卖出或减仓进行止盈动作的。第二就是复阴 K 之后，它的 X 为关键的 K 线，所有的 X 就是阴线之后构成了复阴线之后的第2天，这一根 K 线呢为 X， 那么这一根 K 线的最高价格为进场线和进场之后的止损线。如果市场出现了复阴线之后，它的 X 的收盘价直接收盘就高于阴 K 线的最高价格，也就是说当天可能就直接出现了一根很长的阳线，把这根阴 K 的高点直接给吃掉了，直接来一个阳包阴。好，那么它可以直接构成短线直接的再次看涨点，就明确告诉我们昨天这根复阴线大概率为一种砸盘现象，而非出货行为。这是它的一些简单的注意事项。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环境。目前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那么我们会看到在图表当中呢有一个指标叫做负线阿哲呢把这个条件简单的标记到了 K 线上只要出现会标记一个负线。那么这一根 K 线是不是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这个条件不是很标准。它昨天呢是一根上涨的阴线，而第2天呢是一个冲高回落的阴线，那么构成了不标准的宽松的负线组合。那么前期哪个地方有构成过？这个地方其实也出现过多次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负线昨天呢为上涨的一根10日星，然后冲高回落把整根 K 线都吃掉了，这是一个负线。这一天也是的，昨天为上涨的假阴线第2天呢冲高回落把实体覆盖一半以上，那么它也是负线。2个负线之后，市场后续出现了一个短线的大幅跳空。好，那么这里呢也是负线，但这一个负线之后第2天直接反包所以这2个负线之后呢它为风险，因为它的 XK 线是吧，这一天是没有被反包的。这一天负线之后呢你也得要有减仓行为，而它的这一天的 X 呢是被吃掉的。所以第一个出现的负线代表的是风险， X 没突破也没反包。第2个负线呢也是风险，但是后续 X 呢被突破了，所以这一天可以看涨。那么这里又是一个负线，好，负线之后第2天直接反包， X 直接收盘价比阴线的高点高，所以这一天直接为看涨点。是不是后面2根阳线就代表前方的这2次的负阴线为砸盘，而这根负线呢你就无法去短线判断出是砸盘还是出货，但是你得规避风险。所以负线一旦出现，我们需要以风险来看待，短线有调整的需要，并且如果这个调整之后没有导致负线出现买点，那么要小心进一步的调整，甚至会有短线引发波段的调整。那么目前又是一个负线，那我们就知道了下周周一的那根 K 线为 XK 线，那么 XK 线的高点被突破则构成买点。那么本周这种创高收低这种假突破行为将只是一个洗盘，只是一个砸盘，而不是出货。而反之，如果 XK 线它的高点是压力没能被突破，那么未来这里就要小心，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出货点，创新高之后一个诱多之后的出货点，那就有可能有一个短线引发更加长周期的一个调整现象。所以下周周一的 K 线为关键 K 线，而遇到我们的这一个负线，我们要注意了，这里是一个短线风险提醒，容易引发调整。而这就是第一部分我们对于负线这个 K 线组合的一个解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很多时候指数出现了这种组合之后个股也会出现，而指数后续哪怕被证明它是一种出货现象，很多时候个股不一定就没有机会。比如说目前的特斯拉，它也在近期出现一种负线现象，而很多其他个股有些也出现了。那如果那些个股后续出现了 X 线的突破，它也可以构成一个买点。所以这个负线它不只是指数上可以用，个股上你现在看一下你手中标的有没有这种组合也可以去用。当然如果你发现后续有 X 突破的话，你也可以提醒一下阿哲。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一部分关于负线的一个解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或者说我们的财生朋友，那么希望大家在观看视频的时候也可以为阿哲视频点上一个照常的小星星，点上您的点赞。而如果您时间相对的充裕，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底下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
当然了，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阿哲也同样很希望大家能够在学习有所收获，觉得阿哲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前提下，可以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您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粉丝订阅观众了。而后再把全部铃铛打开，您就可以在未来每一次阿哲更新视频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收到阿哲和阿哲频道的通知，就不会错过每一期阿哲的公开视频和观点。那么感谢我们首次相见，您可以点赞订阅阿哲频道，感谢您的支持。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第二部分了。第二部分是关于日内撑压红绿灯的一个识别。这个日内撑压是关于空间上我们去关注的一个内容，也是阿哲的每一期盘前视频当中都会去讲到的内容。不管是指数的日内关键支撑和压力位，还是后续的每一只个股它在下周周一所要面临的关键支撑和压力，我们都在本期视频的后续为大家去进行讲到。通过这个日内撑压点位的一个测算，我们是在之前这一个低点的位置产生过一个买点绿灯，而走到目前为止，市场方向有没有出现改变，我们需要继续的去跟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的图板。在图板当中，你会看到我们这一个日线图表纳指的红绿灯的图谱，以及左侧呢是我们10月3号美股盘前的广播信息。有关于这个广播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的限时福利，只要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同学，那么未来的1个月的时间之内，您都可以在美股开盘之前免费收到阿哲的盘前广播，您去找到助教去领取就行。那么10月3号的时候，阿哲也讲到了纳斯达克指数呢收阴线创了新高，依旧日线级别趋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了，那一天也是个标准的长线影 K 线就是周四收盘，这种 K 线它如果在上涨时出现，特别是新高之后出现，它是有可能成为吊颈线的。而这一天的低点最好不被跌破，目前虽然没被跌破，但出现了负阴线，也同样要小心了。它下一步如果在下周把这一天周四低点也同样收盘跌破的话，那么风险将会进一步的延伸，而周一 K 线它又是 XK 线那个时候你要继续关注了，它的风险在逐渐的会被放大，并且我们所讲到的30分钟的支撑位其实也是被跌破，从一个多头目前开始30分钟也转为空头，所以这个风险在逐渐的一个递进。而除了指数的分析之外，阿哲呢也会讲到有关于短线以及呢波段上个股的一些分析、一些决策。像最近涨势比较不错的短线标的，像 Coin 以及 Circle， 我们在几天之前的盘前广播就有讲到它的一个买点的出现，最近表现都还是不错的。那么我们看到最后的一部分呢，是关于指数和个股的一些关键点位。阿哲一般会在盘前广播文字当中给到的是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这3只标的。那么这个点位应该怎么用其实很简单，您就把当天的收盘价和阿哲呢当天盘前所给到的价位做一个对比就行。如果市场当中的收盘价是高过当天的预测高点的压力的，说明多方比较强，突破了日内压力，那么这里将会标记一个绿灯的 K 线。反之，收盘价如果跌破了日内的支撑，说明空方比较强，短线趋势可能会转空，那么将会标记一个红灯。右侧图表当中的红绿灯就是完全由此而来，这是它的一个底层的逻辑。所以当市场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了，空方上短线容易出现反扑，容易出现调整，而转为绿灯，后续只要保持绿灯，保持无灯，不出现红灯，那么这一个区间之内的短线价格就是我们积极去看多做多的一个范围。它不能够让你在最低点买进，最高点卖出，但是它会告诉你短线保持什么动作为积极看涨的行为。出现红灯的时候，我们在由多转空，或者说由多开始去止盈，开始要谨慎看多，重新再转为绿灯，我们再去进行积极的看多，保持向上看，再转为红灯，再注意了短线上有趋势的变化，容易引发调整，重新转为绿灯，再重新去看涨。所以之前的低点转绿灯之后一直保持绿灯，没有出现红灯，那么直到这一天创新高，我们就一直保持看涨，直到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了又一根新的红灯。这根红灯它不只是一根副线，这根红灯 K 线它不只跌破了日内的低点支撑，同时它构成了一个副线组合，所以这一天的风险是有点大的。我们开始要有一个积极看涨转为
小心谨慎，并且之前的短线获利要开始在这一天有所止盈，开始部分了结。只有在后续重新转为绿灯 K 线时，我们再去接回，再去重新的积极看多。那怎么去看到我们下周会转为绿灯呢？看到下周一的关键价位，下周一的关键高点，它的压力是 22,852.96， 而低点的支撑呢是 22,623.35。 那么这两个价格下周一可以关注。如果下周一的收盘价在这一个低点之下或者说在这两者之中，它就还属于一个空方占优，那么调整就延续。而它只有收盘价在高点压力之上，才会重新由红灯转为绿灯。那个时候哪怕 XK 线没有反包，没有突破，我们也可以重新转为看涨。只是如果复线后有买点会更好。当然如果复线后没有买点，而后又没有绿灯，保持无灯和红灯的状态，短线就依旧要相对偏空一些，我们就还不能够再重新转为积极的看涨。所以这是红绿灯，我们每期视频都会去讲到的每一个红绿灯基本上我们都有去提及到。那最近这一波上涨又是一个由绿灯到红灯，会不会它结束？会不会持续调整？会不会这里它就是高点？还是会重新延续上涨？我们不做盲目的预测，但是我们目前的判定就是市场有风险，所以先看调整，直到绿灯出现重新恢复上涨，我们再看涨。只要您是我们的粉丝订阅同学，那么基本上每天您都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红绿灯的形成以及它的关键点位，阿哲每天盘前美股只要开盘都会去发送。那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刚订阅阿哲频道的，可能你还不太清楚怎么去领取到每天的盘前广播其实很简单，您看一下我们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呢，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呢所去发布的，评论中有我们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那是他的 Telegram， 您只要点击那条评论的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了。而您给他发送一个领取的口令一般呢您给他发个盘前他就知道了，他收到您发的信息之后，他就会告诉您如何能够每天盘前看到阿哲所发的盘前广播，希望这呢对于新订阅同学能够有一个帮助。当然这里阿哲要提醒一句，频道订阅粉丝同学不止一重福利，我们一般会有两种福利。第一个福利呢，是为了大家能够短期能够有所收获，所以阿哲呢会把一些观点作为分享，但这只是一个观点，它无法让你去明白阿哲得出这个观点和这些判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和他的一个逻辑思路，因为它就是一些简短的文字，对您的帮助可能短期会有，但长期来看您是不太容易去进步的。所以阿哲呢也有另外的福利，是以学习为主。如果您真的订阅阿哲频道是对技术分析感兴趣，想要学更多的技术分析的知识点，那么这一个可能更加适合你。我们会有一些进阶知识和内部的直播课程，专门提供给您愿意学习订阅阿哲频道之后，您愿花时间在技术分析上想要去有所进步的同学。大家现在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本周的一个课表。那么像我们的内部课程，只要您是订阅粉丝观众，我们每周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课程，每月呢都会有所变化。那么像本周我们会讲到四维的操盘体系，下量时空是我们做技术分析的同学基本上是不太容易去规避和忽略的一个因素，而不同的一个纬度呢会代表不同的一个技术分析的方案。那么在下周我们会针对这些方案都去不一样的去分析和分享他们所对应的一个技术。如果您对技术分析是真的感兴趣，想要学习更多的内容，那么相信下周的课程对您是能够有所帮助的。大家可以找到助教，而后及时的报名参与我们的内部不公开的直播。现在我们看到下一部分，那么对于市场的环境有了一定认识之后，我们知道目前的市场短线有一些风险的提醒，那么个股上有一些股票呢可能还存在买点看涨信号，但是现在你开始要有所去规避，不要随意的再去加仓，因为整体环境短线有了风险，等到短线风险后，我们重新回归上涨时，再去重新买进加仓，再去呢积极做多。而现在我们看到第二部分是个股解析，第一支标的呢是特斯拉。那么特斯拉最近的走势呢，相对是不是出现了长阴下跌，而且也是一个负阴线构成了一个看跌信号组合？像周三是一根阳线，然后周四冲高回落，把阳线整根都吃掉了，这本身就是一种负阴线的标准形态。所以在这一天的时候，周五就是 XK 线，但不太好的一点，在指数还未出现 X 时，个股提前出现，
就说明特斯拉是提前市场出现下跌，出现资金的流出，这说明提前见到了高点，就容易提前走弱。所以特斯拉接下来要关注，它最好能够提前指数出现仿包 X 的买点，如果不行，那么这个地方特斯拉将会构成波段高点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为提前市场走弱，这已经不是一个强势股该有的特征了。在本周呢，我们说过特斯拉的一个目标 462.21 到达之后，你就要小心有那么一些看跌 K 线组合的出现，那么在周四所出现的负阴线就算一种，所以当下呢保持减仓动作，波段等待再次回调止跌，再重新加仓。所以这一次的调整会不会在此结束还不一定，但我们知道一些关键价位你要去做一个防守。而我们看到左边这里的之前二浪的反弹高点目前重新被跌回，而市场之前的这一个高点的压力被突破之后转为支撑，所以当下我们有两个支撑，一个呢是 419.99， 另外一个就是曾经所被回补的缺口，这个缺口所对应的左边也有一个缺口，所以它是一个倒停缺口，所以这两个部分将是一个强支撑区。以特斯拉目前的环境来看，它更大概率是一个回调，而波段的回调产生波段高点，后续必然也会出现波段的低吸点。那么低吸点呢，我们关注 419.99 和这个缺口的支撑，这是两个关键的特斯拉空间价位。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的短线表现。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你会发现它的趋势飘带，也就是中短期的一个趋势信号，目前保持良好，市场的一个2天下跌并不影响它的波段趋势的一个上行。而趋势飘带呢，它为一个支撑的效果，也是本次加速以来首次碰到。它的飘带的上沿呢是 430.556，那么现在呢是有所跌破，当跌破之后有一个长下影线有所支撑，所以当下这里呢不能构成一个有效的跌破。如果一个市场的趋势回调连飘带上沿都无法去跌破，这是一个很强劲的回调表现，说明多方呢还是很强势。那么 430.556 在下周周一如果出现收盘站上，那么开始可以去考虑重新的波段的一个回调买点。那么 X 的高点它如果能够不止站上趋势飘带上沿，还把 X 的高点给突破，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构成我们的再次的买点。不过这里的一切前提就是下周得要有那么一个止跌行为，要有一个突破 X 的动作出现。在这之前我们就依旧还是看调整，因为目前呢构成了一个绿灯之后转红灯我们说这是一个复线后再出现的一种行为，所以当下这里短线依旧还未止跌，我们就还是看调整，不要盲目的去买入看涨。那么这里什么时候会出现绿灯 K 线呢？下周周一关注的点位，低点支撑 408.105， 高点的压力 438.3 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呢是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HMS 在近期呢出现了滞涨，而后呢出现了一根长阴线，这根阴线呢没有创新高所以呢它不是一个负阴线，它是一个防守阴线。这一根阴线也跌破了 55.52， 我们之前说过这里是一个抛压区，有它比较多的压力，这个压力呢形成了一个高点抬高而后高点降低的动作，所以当前的这种走势相对怎么说呢，有一定的风险了。跌破了 55.52， 那么这个区间突破又跌破，说明压力是有效的，这里要开始出现我们的一个减仓行为。如果后续再跌破关键的波段趋势带，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减仓。曾经在低位埋伏的筹码，那目前开始呢要有一个离场的行为，因为市场指数也出现了风险提醒，而个股有一个更为走弱的表现，因为它的高点比指数也是更提前了几天出现。在没有出现明确的长阴后的止跌行为之前，我们不要盲目的去把之前离场的筹码重新接回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上。现在我们看到它的趋势飘带依旧保持上行，我们之前是认为它的107天线和趋势飘带靠近，所以选择这标的做一个波段行情。目前的市场依旧保持趋势飘带附近的支撑没有被真正的一下子跌穿，当这根阴线直接吃掉了左边一周的 K 线，这本身是一种强势的下跌行为。那么这种强势下跌会不会延续？我们要看一下飘带的支撑。目前飘带的下沿支撑是多少呢？是 52.172 作为支撑点。那这里如果被一个实体阴线再次的果断跌破，那么它的下一个目标位就有可能是要去碰击107天线，
这是不太好的，它不一定会在这里转势，但重新回到170天线呢，就会接近我们的成本。那么这个时候还不如提前呢，我们去做一些减仓，然后在这附近止跌后再重新的买进看涨。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趋势飘带上的支撑有没有可能出现绿灯呢？下周一看到低点支撑 49.315， 而高点的压力是 55.735， 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下周周一突破 55.735， 那么 HMS 将是飘带附近的绿灯 K 线，那个时候作为积极的看涨点，或者说相对激进的看涨点。更加好的是能够站到飘带的上沿去看涨会更好。它的上沿目前在 55.552 这个价位。以上呢是 HMS 的分析。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到阿斯麦。阿斯麦的话呢，就还是很强势的，它依旧保持对于左边这个倒形反转缺口的一个回补，那么保持呢我们之前的观点不变，因为目前的趋势还没有出现比较明确的调整之前呢，我们就不随便的去认为它这里会有产生高点虽然加速看着确实越涨好像有点越恐慌越害怕了，但确实目前没有产生太过于明确的看跌信号之前呢，就依旧保持它要把这个缺口回补为止，再产生调整的可能和风险。那目前就依旧保持单边上涨，保持看涨即可。它呢很明确，就是目前市场的超级强势股。当下左边的缺口已经补了有2/3还多一些，所以这里补缺口的概率是比较大的。而它这里往下调，哪怕调整，因为它有新的缺口产生，这里呢跟左边也有所对应，类似于再来一个倒形反转，所以这个缺口正常来讲不能被快速回补，一被回补就说明倒形缺口的失败，那么方向性可能会被打击。所以这个缺口作为阿斯麦近期所关键的空间支撑点，一旦被回补这个缺口，特别是阴线回补缺口，直接可以构成我们本次大行情的止盈点。我们之前也是用170和趋势飘带在这附近选出来的低位筹码。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那么阿斯麦呢，在低位170和飘带重叠之后，它走出了很强势的加速上行。那么这一波加速上行的动作是一直脱离我们的紫色飘带的。那紫色飘带的一个支撑目前离得远了，我们用它就相对来讲有点不太够或者说有点不太及时。所以我们就以缺口来看，补了缺口之后我们再去看飘带支撑。飘带支撑目前在 951.76 缺口呢更加合适当下作为支撑点。而在这个缺口被完全回补之前，我们就依旧保持看涨，目前也还是一个绿灯 K 线，转为红灯之后，我们再去看它可能会补缺口，所以风险是慢慢的出现和延续的。先有红灯，再看补缺，而后再看飘带。最大的风险是红灯后补缺，而后飘带无法止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每出现一个风险信号，你就做一次减仓行为。跌破飘带时风险是最大。而我们看到目前的红绿灯低点支撑是 1028.84， 高点的压力是 1043.23， 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特斯拉、HMS 和阿斯麦的分析。那么下面呢，我们会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是一些个股我们比较简单的快速的解析快报了。那么阿哲呢，同样也会讲到它的日内撑压以及它的趋势方向大体呢会讲到，也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阿哲也说过，第三部分的内容标的会时常会有更改。那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那并且呢您有一些标的您看得不太明白和清楚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写上，而后阿哲呢在下周周二可以去有所观察，那么斟酌的去增加和删减第三部分的个股标的，也是对于订阅粉丝同学我们的一个小小的福利吧。当然了，很多时候可能大家提的标的比较多，真的很难去每一个都添加进去所以可能不是每一个同学都能够兼顾得到，希望大家能够有所谅解。我们现在看到第一只标的是英伟达，目前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一个日线图表。英伟达呢，在突破了一个前方的高点之后，最近出现了一个回调。那回调的时候，这里有一个黄 K， 我们说黄 K 消失，黄 K 跌破为风险的信号。目前的黄 K 呢是没有被跌破低点的，所以这个危险的信号并没有发出。不过市场在加速上涨之后，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红灯呢属于短线风险那么这个调整的力度目前来看还不算很强。那红灯呢就看一个往黄 K 低点先作为第一支撑的调整，然后再看到
飘带的上沿。飘带上沿呢，目前是在 180.964 啊，这是对于英伟达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两个支撑点，目前呢都还没有跌破，所以这个调整目前还不算强劲。我们看到飘带呢，它也是紫色的，所以多头向上，趋势向上，整体就看回调，它的力度比指数来讲是相对弱一些，所以最近的英伟达也还是表现开始慢慢的由震荡走为上行，目前的新高啊突破之后，比市场是开始有点转强，所以资金呢有可能会重新选择英伟达和一些芯片个股，这是我们之后啊可以去有所关注的。看到它的一个预测值，低点的支撑 184.01， 高点的压力呢是 188.99， 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下周的周一收盘价能够突破 188.99， 那么构成红灯之后立刻转绿，那个可以再次构成我们新的看涨点和买点。反之就依旧保持无灯和红灯，就依旧看回调进行即可，短线上可以这么去分析。那么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博通 AVGO， 博通的话在出现蓝 K 后依旧还没有突破，但是我们之前有说过，其实已经构成一个比较激进的买点，就是这根仿包阳线，它是属于跌破飘带之后的趋势逢升的买点。那么市场有一个自由行为，当下呢由一个紫色带转为了一个黄色带，但刚刚出现转向，所以当下这里它的风险还不明确。不过阿哲在盘前广播当中有提到，就是这一天的博通是一个关头阴线，关头阴线跟负阴线是一样的，但是关头阴呢是单 K， 单根 K 线如果它的开盘价就等于最高价，这个位置将会形成一个压力，后续必须要突破压力才能够继续看涨，否则它是作为一个减仓的信号。而当下的左边它的一个蓝 K 呢突破作为加仓信号，而这里是没有被突破，所以当下的走势对于多头来讲不算很友好，因为飘带开始转为空方，中线转空，而短线 K 线出现关头 K 线，所以这个地方是有点风险的。我们出现光 K 之后，最好要开始观望，或短线呢离场大部分，等待突破关头阴线高点，收盘能够站稳这个蓝 K 高点，我们再去积极看多，那个时候它的飘带应该会再次由黄转为紫色。这里比较担心的是它继续下周调整，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动作呢？出现飘带一直开始保持黄色，趋势将会由短线空转为波段空。而我们看到它从前期这个高点出现红灯之后一路下跌，到目前一个绿灯都没有所以整体来讲呢还是处于调整当中相对的要小心一点，多头不要放太多仓位在这里。我们的低点支撑下周一看到 337.055， 高点的压力看到 345.71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MD， 那 AMD 呢它的整体走势也是出现了一个强势反弹，反弹之后飘带由黄转为紫色，但它的转紫色之后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这个下跌呢比刚才所看的博通以及英伟达都要来的强势，跳空缺口呢直接被回补掉，但是没有出现阴线实体的回补是补了一部分但是呢有一个影线出现，不过它也同时有一个绿灯转为红灯，所以这里呢可以看一个调整，而调整的力度我们目前从趋势的角度来看，它的飘带是比较窄的，所以这个地方飘带呢它的支撑应该还不能说是很强劲，最好它能够在飘带附近再出现绿灯，我们再看止跌。如果保持这种动作下行，它还是一个风险，并且你要关注这根阴线，它的开盘价也等于最高价，所以它也是关头阴线，它跟博通一样，目前短线偏空，而后转为红灯，后续必须要在这个位置支撑附近转绿灯，上涨要突破关头阴高点才能够再进一步的看涨，波段看涨，否则这里短线要么震荡，要么又是一个反弹高点，所以关头阴线一旦出现就是我们要去关注的，特别在这种权重个股当中产生关头阴线是特别要去小心的，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反弹高点。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160.135， 高点的压力呢是 167.67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ircle 呢最近出现了短线的一个上行我们呢是买在了一个蓝 K 突破的点位上。
我们说趋势当由空方转为多方时呢，你就比较积极的去找到回调的买点即可，那么你的风暴比一般呢会比较 OK。这一波回调的时候呢，到飘带附近出现了绝处逢生的买点，这里是一个跌破飘带而后转为蓝 K， 说明短线超跌，蓝 K 的高点已被突破，蓝 K 消失，这一天我们说当时构成买点，买入之后虽然中途有出现红灯，但是我们的买点呢不构成一个止损，买点的止损在蓝 K 低点这里，所以我们是以这一个止损空间博弈市场的再次波段上行，那目前呢说明是成功的。好，那么这一波股价的上涨已经再次出现了一个新高。好，那么因为指数出现调整创高收低的原因，所以它呢也出现了略微的下调，这里有一个长上影线，不过阿哲觉得它能够出现这一根阳线，前面这里也有同样的长度的阳线出现，说明市场整体方向呢还是可以看涨波段上行，它的空间应该还没有走完，所以整体波段看涨，短线过了前高之后，你说出现长上影线可以减仓可以获利部分吗？是可以的，这里如果往下调再找新的绿灯或者说回踩的买点去买去加仓也行，整体由短线多可以转为波段多。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138.795， 高点的压力是 151.12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PLTR 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下跌，在股价出现了10日新的一根阳线，并且临近左边高点之后，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这一下跌呢是把左边一堆 K 线都给吃掉了，所以这个下跌的力度很强劲你说它是一个出货的可能性有吗？是有的，不过它是消息面出现一些不好的影响，并且在后续好像说消息面的一些影响已经是解决了这个消息呢是过时了，所以究竟市场信不信，我们无法去很明确的在目前去判定，因为价格反应确实有点强烈的下跌。我们看到下周是否能够足够的修复，最好它能够下周直接转绿灯而后站上飘带之上，那么那一个位置可以识别为砸盘之后的买点。飘带上方目前在 178.293， 而转绿灯的要求我们看到预测低点 163.885 这是呢下周一的支撑，而我们看到高点压力是 179.955， 关注这两个数值。而在这一个买点出现之前呢，这一根阴线代表风险，市场反弹力度不强的话呢，这个位置是容易出现后续的再次下跌的，所以整体观看市场是否能够强烈反弹。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oin 呢最近走势也是很强势，那不比呢Circle差，这一个位置我们当时是不是讲的是一个买点跟Circle一样构成了一个同种类型的买点，股价上涨把飘带由黄转为紫色，而后回调时呢跌破了这个飘带，出现了蓝 K 消失，蓝 K 突破，所以这个位置也是一个买点，也是趋势行情当中我们要去关注的回调买点。买进之后也出现了不错的连阳行情，目前出现了黄 K， 而黄 K 为风险，黄 K 如果跌破就小心调整，这一天的低点作为防守，如果收阴跌破，看对飘带的概率修复和对缺口的回补，目前没有跌破，那不随便加仓，我们就持股待涨，等待风险出现止盈即可。后续想要再出现买点，最好是等它的一个黄 K 消失，调整一下再构成买进信号。我们看一下红灯的一个判定，下周的预测低点 375.025， 高点的压力呢是 388.49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TER 呢，它的整体走势还是保持一个强劲的，整体呢虽然有黄 K， 但一直没有黄 K 消失和跌破，在最近出现了一个连续的跳空，而后出现长上影线，这个地方是一个揉搓线的组合，揉搓线之后方向怎么去看呢？看后续的一根实体 K 线，如果是实体阴线调整，红灯出现，这里呢看飘带的一个回调，反之如果是阳线绿灯重新维持看涨，那么市场将继续延续上涨，延续看涨。我们看到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下周一的低点支撑是 145.23， 高点的压力呢是 149.87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ore Way也是保持一个波动的上行，跟 Circle 和我们所看到的 Coin 有一点点类似因为它也是飘带由黄色转为紫色，回调之后走出上行，但它的买点没有那么好，因为它也没有蓝 K， 也没有低位的一个绿灯，
啊，所以整体的买点呢不是说很好去买进去加仓的。我们看到目前是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对飘带呢还没有去跌破，整体还可以。飘带上沿是 128.438 啊，所以这里作为一个支撑，整体不破标带，我们就整体还看强势的上涨。它呢这里就作为回调来看，如果保持红灯，保持下跌破飘带啊，就要相对小心注意一点。这里在飘带附近找绿灯是可以找一个买点的，目前还没有，继续关注吧。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 127.92， 高点的压力 137.67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甲骨文。甲骨文呢是被阿哲替换了 APP 的。APP 呢不是说现在不看了，而是 APP 的趋势和 TER 有点像，一直保持强势上涨。那么我们就依旧趋势不变之前 ，APP 阿哲就暂时先放那里。那么还没有太多问题啊，依旧看涨。像甲骨文呢是在加速周出现了一个回调，对缺口补了一半，而后它回调到了一个飘带附近有蓝 K 并且突破，是吧？所以这个呢就可以关注一下了。好，蓝 K 突破有没有可能指数之前上涨时它没有涨，而目前它有可能补涨呢？也不一定不行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的买点为这一根阳线，最近调下来不跌破这一个蓝 K， 我们就依旧看涨。这个地方的飘带有所收窄，所以它这里呢要么就重新跌破了，跌破之后可能趋势就要转为黄带了，要么在这里就是一个趋势的低位，所以是有一定价值去博弈的。如果对了，那么这里将会连续上涨，目标呢上升趋势将看个新高啊，所以还是 OK。你可以以这一个低点是吧，蓝 K 低点作为防守，继续看涨啊，风暴比是比较 OK 的。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279.75， 高点的压力是 290.39， 关注这两个数值。这里如果出现再次跌破飘带下沿是吧，哪怕没有跌破这一个蓝 K 啊，你也可以慢慢的去减仓啊，不一定说跌破之后啊再去做止损。这里一旦再跌破飘带啊，它不构成绝处逢生的话也不太好，最好能够下周一直接收阳站上飘带，那可以作为加仓点。下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苹果。苹果的走势是加速之后黄 K 之后出现震荡，黄 K 出现之后它调完之后呢去买会比黄 K 出现的时候去买会好很多，这就不是追涨。所以当下呢是黄 K 后以调整作为黄 K 后的风险的释放乖离的修复，而当下的走势是横盘之后出现了一根阳线这个阳线实体呢在放大，说明方向呢有可能要选择了，不过它还没有一个绿灯出现，这个地方离飘带比较近，阿哲整体认为向上的概率新高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吧。不走为红灯之前，我们这里就保持看涨，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255.985， 而高点的压力呢是 261.27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eta 呢之前出现了一个阴线而后呢还有缺口，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蓝 K 缺口回补，而后构成了绿灯的买点。我们说买了之后呢可以看一下反弹这个飘带，但是它第二天直接下跌，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所讲的超跌反弹的股票在目前市场强势上涨时呢不能够构成一个最主要的做多的选股方向。我们在很多时候还是更加相信强者恒强，而不是物极必反。所以 Meta 这个买入之后构成了止损了没有？目前还没有止损，因为它跌到这个蓝 K 低点之后是没有跌破的所以这个地方呢蓝 K 的买点还不构成止损，但是它出现了一个负线所以负阴线呢是相对有风险提示的，这个地方很大概率可能是要打止损了。负线之后看一下 X， 如果蓝 K 低点不破这里有一个 X 并且不跌破的话我们再看收盘突破，你再去这里加仓再去继续的看涨也行所以当下这里呢虽然说是物极必反小概率事件的一个看涨点，但是目前止损没破，就依旧保持看涨。如果 X 在这里能够被突破就继续加仓看涨。那么目标位还是飘带，它的下沿呢目前是在 747.285。 我们看到预测值当下是一个红灯，那下周一会不会转为绿灯？看一下低点支撑，下周一是 699.96， 高点压力是 720.78，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MSTR 来到了170附近，昨天我们的盘前广播说过170呢是被有效跌破，所以这里反弹它就是一个压力，底下的一个飘带转为了一个紫色
但是它反弹的力度很久之后才转为紫色，这里呢还不排除是一个反弹的高点。170压力呢没有去有效突破之前啊，这里是有点风险的。你之前这里可以去博弈啊，运线上破之后啊的一个超跌反弹，但是到了这里呢，就不要随便再去买了。这个地方是一个170天线的压力，曾经被有效跌破之后，这里有可能构成反弹的一个高点。底下的飘带刚转色，所以它的支撑是不强的。这个价位大概是331.35啊，所以当下呢保持单边的上行，不看空，不去做空，也不看跌，但是在这里再去买，它的一个性价比啊盈亏比就相对不合适了。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340.945，而高点的压力呢是355，低点的支撑是340.945，高点的压力是355。这个地方它的一个趋势不太好啊，所以我们更多的是看到Circle和 Coin 的买点。这只股票的超跌买点呢，其实也能够有买入的机会啊，但是整体它的一个趋势不太好，所以就没有选择。下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谷歌，谷歌呢在回调到飘带之后出现了绿灯买点，但是买进之后啊，整体不是很强，因为它没有站上我们的飘带。但虽然它不强，但可能也是被指数的影响，因为指数呢出现了新高的调整，而它可能因此被影响到，所以没有站上飘带啊。但是这里要小心红灯出现，一旦出现红灯，一旦跌破飘带，这个地方就容易受累，它后续是容易转为黄飘带的，所以要快速站上才行啊。这个地方要小心了。谷歌的一个趋势是有可能被趋势影响，是有可能被指数影响而变化的。低点支撑244.46，高点压力249.108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只个股呢，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呢是一个蓝 K 突破反弹了一下，跟我们刚才所讲的 Meta 的剧情有点像啊，但 Meta 呢没有走出来，它呢走出来了，反弹一下到飘带附近，出现了冲高回落复阴线，红灯 K 线，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反弹目标到了，而后产生了一个回落。所以当下这里呢，你可以用蓝 K 低点去做防守，继续看它会不会走出超跌反弹趋势的一个反向。但这个地方的概率可能不会很高啊，所以正常来讲应该做一个反弹的止盈。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16.995啊，高点的压力呢是221.855，关注这两个数值。然后这个位置后下一根 K 线为 X 突破的话呢，还是可以恢复看涨啊，但趋势呢不是很好，所以胜率可能会比其他个股会差一些。而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HMCI 呢，在最近也出现了一个长阳上升，离飘带呢开始出现了这种趋势加速，而这里是出现了3根 K 线。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有讲过，这3根 K 线构成了三阳小顶，而后这是黄 K， 并且被跌破了。黄 K 被跌破就看风险调整，那这个一波股价的调整目标啊，要么就是大阳的一半，要么就是趋势飘带上沿 47.547 啊，关注这2个目标。整体趋势没有太多的问题，那么最好不要跌破区间的这个上轨，也就是说啊是 48.82 这一个地方最好不要被收盘跌破，在这之上的调整我们都还是能够接受的啊，整体都还行。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50.025， 高点的压力呢是 52.73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当下虽然没有出现红灯，但是黄 K 已经破了，所以这里呢有风险，短线看调整，波段依旧维持看涨，除非跌破这个区间，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减仓。以上就是10月4号美股周复盘行情快报，感谢您的观看，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